荷兰本来一开始态度很强硬的，我不给你芯片什么的，那大陆本身做好准备的，因为大陆自己所有能够生产的一切，有中心能够彼此相互支应一下。但是荷兰这个开了个恶例啊，非惩罚不可。为什么？因为啊，想欺负中国的国家又没有实力的，比比皆是。美国人倒是态度好得很啊！你看那个啊，川普打那个电话，我们的好朋友啊，我要到中国去啊，你们千万不要打搅我，要去中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心里看得明白，这个杀鸡儆猴啊，这个荷兰这个鸡啊，非杀不可。可以看到安氏之乱哦，现在还没有落幕哦，拳头半导体产业又被荷兰狠狠的搅动一下了。怎么说呢？因为荷兰原本口口声声的说呢，要停止政府干预，就把安氏半导体还给中国得了。结果呢是说一套做一套。荷兰的企业法庭接管裁决依旧生效，也就是说安氏的控制权啊，现在依然是握在荷兰的手上。那当然，中国大陆受不了啊，中方的舆论是全面都炸裂了，都在批评荷兰，你难道是一手想安抚中国，但是另一手想讨好美国吗？那既拿到这个既得的利益跟安全的想象，同时又不用承担任何的政治代价，哇，都给你赢，都给你爽就好了。那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那荷兰做出这样背信的行为，如果彻底激怒北京的话，后果有多严重？李老师，我觉得哈，荷兰做这件事情本来原来一开始的动机不良，而且做过程粗糙，然后最后的结果难堪了。因为他为什么动机不良呢？他其实呢是要配合美国通过这个卢特尼克搞了一个渗透法案，只要分公司超过50%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管他。那荷兰的话呢，就对美国邀功，就是动机就不良嘛，对不对？然后过程非常粗糙，他是直接弄过来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析过嘛，大千已经讲过，就是人家花了300多亿把你继承这个文泰，他也讲了根本就是我的，只是说总公司留着安氏，听起来好听一点嘛，感觉这个国际化一点。然后呢，你接下来的话动机很粗糙，然后现在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啊，现在结果就是欧洲人最典型的，不能怪我，我们三权分立，司法是独立的啊。然后那个企业法庭要做这种判决，我们也很无奈，但是判决又归谁？那还是归你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跟刚刚那个讲到日本的问题是一样的，咱们中国没有亮剑，被人家看不起。我说句良心话，荷兰我太熟了，我刚刚上课我班上2个荷兰人，我都不忍心跟他们讲啊，我不好意思讲这个问题，荷兰太熟了。因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很久啊，对不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对中国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不相信你的司法是独立的。因为你的政府都不独立，你跟司法怎么会独立？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这个不合法的结果，想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合法化，来制造一种国际的视听，你欺负中国没有话语权。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中国在东莞那边的厂里头的安氏半导体的话，继续不出货，或者说是还有一个别的办法，就是想要货的东西来私下跟我来。以后就没有你荷兰的事情了，我们自己就提供你的啊。至于说有什么东西，因为荷兰本来一开始态度很强硬的，有人说我不给你芯片什么的，那大陆本身做好准备的，因为大陆自己所有能够生产的一切，有中心啊什么的，能够彼此相互支应一下。但是荷兰这个开了个恶例啊，非惩罚不可。为什么？因为想欺负中国的国家又没有实力的，比比皆是。像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要来访问中国的之前还讲说什么？我们来访问之前的话，你绝对对台湾维持现状，那不可以更改的情况。然后大陆讲说你不用来了，你就不用来了，就是这种情况要非常。那法国也是情况是一样。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呢，欧洲人加日本人的话，美国人倒是态度好得很啊。你看那个川普打那个电话，你们讲我们的好朋友啊，我要到中国去啊，你们千万不要打搅我，要去中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可以心里看得明白，这个杀鸡儆猴啊，这个荷兰这个鸡啊，非杀不可，非杀不可，非杀不可。你如果不杀，以后完蛋了，我告诉你。好，批评荷兰不止苑老师包含中国的央视也点名了。文泰已经提告了，代表中国企业呢不想忍耐，也不想再等待了。我们来看一下文泰的声明包括了不接受非法结果合法化，要求荷兰永久撤销行政命令，还要恢复中方完整的股权及控制权。3大诉求很强硬，当然背后呢就是有着北京在撑腰嘛。如果荷兰不就范那中国可以玩的招太多了，外交施压、经贸报复、关键的材料或者是设施等等嘛，反制手段那叫一个丰富啊。所以如果以荷兰的立场来看，委员你觉得北京祭出哪一个杀招或是工具真的可以打到荷兰，让他们的会痛会怕？
刚才岳老师讲的完全正确，我觉得北京对荷兰也好，对日本也好哦，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哦。就是这几个国家啊，其实在过去已经玩过很多小把戏、小手段了，想尽各种办法让北京为难的。所以呢，这一次高市讲错话，北京就没有打算要善了。然后呢，这一次这个荷兰搞了一个安史之乱，北京也不会放过他。我完全同意刚才这个岳老师讲的嘛，你如果不亮剑啊，人家就以为我们真的是柿子好拿捏了啦。那你说这个北京有什么样的工具？北京有一拖拉库的工具，它整个工具箱里头都是工具。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北京采取的策略就是那种隔山打牛嘛，就是我打欧洲，然后让欧洲来打荷兰。现在这个局势就是如此。当时安史之乱一开始，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针对车企所用的成熟晶片进行全面的出口管制，所以欧洲车企受到了影响啊，受到影响到最后连德国的官员都跑去骂荷兰了，说你闲着没事干去干这件事情干什么的？你影响到了我们的。所以如果接下来北京再次的恢复所谓的出口管制的话，那欧洲的车厂都马上会面临到停工的问题了嘛。那讲更难听点，我们就跟阴谋论来讲一下，欧洲的车厂停工了，对北京的车厂来说没什么不好啊，因为现在全世界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跟中国大陆的汽车业能够竞争的，不过就是欧洲跟日本的。我今天安史，我只要出口管制，你欧洲到日本的车厂都要停工，那全世界就只能买中国大陆的车子了，那就看谁撑得久，看谁挺得久了。更何况荷兰这件事情哦，他现在是自己在玩这个游戏，你知道吗？他自己在玩游戏，原因是因为他原本要抱美国的大腿，结果没有想到习近平跟川普会面完之后呢，美国又撤掉了原本当时这个卢克尼克所做的宣告，所以坦白讲，荷兰是在没有任何美国的法律支撑的情况之下去做了这种片面的决定了。所以荷兰那些状况就跟高市是一样的。当美国抽手了之后呢，你就要看看这两个跳梁小丑要不要继续演下去了。是。好，刚才委员开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就是呢隔山打牛，我不直接跟你搞这些有的没的，但是我限制我的成熟晶片的这个制程啊，然后呢，你其他的国家就会痛了，你自然就会去跟荷兰施压。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数据，包括日本车厂Honda、本田呢，它因为拿不到晶片，它要被迫下调产量，全球的销售量目标年减10%，那更别说欧洲有3座工厂现在都要暂时的停止生产了。车厂被迫这个延后新车的计划，还传说欧洲的部分车厂还有计划要调整供应链，同时要降低对中国厂商的依赖。但问题是，现在全球70%的中低阶车用晶片，就是我们说的成熟制程用的呢，都是靠中国的产能在消化的。所以短期之内，你欧洲车厂喊得很漂亮，说啊我们要去中国化，我们要更多的自主权，我们要更多的替代方案。但是现实上，你短时间就是没有一个选择啊。所以干哥会觉得，德国车厂或是德国人，不是说德国人啦，欧洲人很爱喊说我们要去中国化，我们要干嘛干嘛，但是有可能吗？还是天方夜谭？你在东莞的那个安氏的厂里面，半导体厂里面，你去看那货都有，就是不出，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除非我讲荷兰政府，你跟我们谈，你要用什么跟我们谈？你一定要撤销对于这个不合法的法令，还有你要让原来安氏的 CEO 张学正回去做他的 CEO， 对不对？这些都是基本的嘛。不然我现在跟你讲很简单啊，你知道那个逻辑晶片啊，它不是什么高阶产品啊，它老实讲一句，它根本就是一个车用的，然后呢，它是最基本的元件，没有这一颗，整部汽车都不用出厂。为什么？它就没有指令，灯也打不开，刹车也刹不住。它这个晶片很简单，主控了这一切，没有装这一颗，没有在我东莞的封测厂经过测试之后，它出不去的话，你就干嘛？你就不用卖了。现在不用卖的不是我中国政府啊，是 BMW， 是宝马，是宾士，是标致，是你讲得出来的厂牌的车，它都被影响。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请问一下，你们到底要不要来跟我们中国政府谈呢？而且有一些车厂，他们也讲，他说，从安氏这次的事件看起来，他们就发现说，不能够永远依赖一个地方。那我今天也要讲一句实在话，你所讲那个地方就叫中国，对不对？对。但是你要取代中国产品的可靠度，他说我这一个晶片，一个逻辑晶片，
还有这些附加的离散元件，你知道可以，就是装到车子上10年不会坏。你去哪一家厂商可以保证他的东西出来之后10年不会坏？也就是这个相当于它不是耗材它不是什么汽车传动轴开还会坏掉。它这些半导体的晶片，老实讲一句，它可以用10年而不会坏掉，那就是中国做的啊。那你今天要取代它的那些下游厂商，它至少要7到10年才会成熟，你等得了那么久吗？你有那个时间，还有你有就是你有那样子的财报可以去支撑等待7到10年，没有嘛？所以现在你要解决燃眉之急，就是说荷兰政府你一定要去跟中国低头，你才能够知道说我们今天捅了多大的马蜂窝嘛。安氏这件事情，我可以跟各位讲，未来的发展一定荷兰政府又悄悄的道歉，又悄悄的说啊，好，都完全取消了这些制裁的手段。为什么？因为你用的是50年前那个早就已经过时的冷战时期的法规，根本是老美国人在后面搞鬼。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对全球的汽车产业已经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早就应该适可而止了。对啊，所以中国大陆的策略其实只有一句话：荷兰惹事，你就让欧洲有事。对，那欧洲有事，荷兰就要想办法处理这件事了嘛。是好，所以老师也觉得说，这个晶片的东西，车用晶片，我们扩大看的话，像委员说的，你一个荷兰捅出的乱子，现在其他的欧洲人都要陪你赔账。那这个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嘛。这个你以为荷兰就是单独一个国家做决定嘛？当然是一个群体做决定嘛，对不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德国也就这种做法啊，对不对？然后法国也想搞啊，对不对？现在唯一比较老实一点的是英国了，因为英国实在是不行了。他有点袖手旁观的感觉。不是，他不但是袖手旁观，因为英国本身来讲就不跟欧洲走在一起嘛。那欧洲目前为止的话呢，要扩大自己的声势。那这个荷兰其实原来讲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国家，但是做这一次这个非常愚蠢的事情的话呢，导致的结果对于荷兰自己很伤的。了解。我觉得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目前应该做的事情是跟大陆走近一点。经过这个28条以后，欧洲不得不跟大陆走近一点。这一场中荷的安氏大战，现在确立中国赢了，因为荷兰在这个时候认输，拟定要来撤销干预令，换回晶片。另外一方面，大陆则是祭出了管制跟豁免的2手策略，全球车厂现在都得看大陆的脸色了。今天我们就有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安氏大战持续的打下去了，荷兰在这个时候着急着派人来中国求和吗？因为另外一方面，大陆也祭出了2手出招，一边好像给你放行做一个这个豁免，但另外一方面又持续的做管制。欧洲看不下去了，他终于要低头了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说，刚刚中国不是祭出了2手出招吗？其中一个就是豁免嘛，但是重点是它是有前提的。他说豁免的是属于民用的晶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藏着玄机吗？我们等一下也会一起来关心，是大陆在留后手，逼欧洲汽车巨头持续向荷兰施压，持续向荷兰开刀吗？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也会来关心，过去安氏啊，它的营运方式都是在欧洲做研发，并且在中国大陆这边做制造。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安氏之乱之后，全球供应链恐怕重新洗牌了。不过在此刻，荷兰也意识到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一个重要性，也从这一次的安氏之乱看到中国强硬的保护自己的企业，拿荷兰这一次可以说是杀鸡儆猴。未来还有其他的国家感动大陆的企业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分析。好，全球车厂这时候非常的急了，就是因为安氏大战。终于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曙光，要见分晓了吗？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最新宣布，来自9号的宣布，他说中方本着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负责任态度，于是决定呢，民用相关的出口会予以豁免了。但是他说了这个民用2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好像释出了善意，但另外一方面好像又留一个后手。等一下我们会持续关心这是什么意思。同一天，大陆也已经同意了。欢迎这个欧方继续发挥影响力，敦促荷方尽快的修正错误的做法，并且中国已经同意了荷兰经济部你可以派员来华寻求这个磋商的一个请求。彭博社这边也做了一个分析，如果中国大陆恢复晶片出口的话，那么荷兰将会撤销对于安氏的干预令。中国赢了安氏大战吗？节目开始，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时候荷方很着急的派人去跟中国来谈，是
是认输了吗？怎么看中国大陆一边是管制，一边是豁免的这个策略，真的能够压垮欧洲吗？老师怎么看？我今天不会对荷兰这边太乐观哈，我觉得要继续的观察。那中国大陆这边也不是一下子就认为说自己赢了，因为其实这是整个美国开始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科技战之后，后来走向整个西方大联盟对中国的这种压制，也就是从美国出手，然后呢，你看到晶片联盟，你看到一些就是军事船舰绕行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你看到这一次荷兰的出手，其实这个出手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美国的50%的穿透性关税，所以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谨慎。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牵扯到所有中国大陆的名气这个国企在国际上的这些海外子公司，可能超过上千家，有一些是重要的产业，有一些在供应链里面有重要的角色。像这次的安氏半导体，在整个至少欧洲的汽车用的晶片里面就是重要的角色。那有的是他自己独资成立，有的是他去并购。然后呢，但是占有重要关键。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它会有扩散的效用，它会更进一步的在对中国的国际供应链的这种参与呢，会去处处的给你设限。那我觉得要有一个三角的这个概念哈，最上面的顶端的其实这个引线应该已经拆掉，那就是美国，也就是你在釜山会议的时候，美国要把这个50%的传统性关税给取消掉。然后呢是以荷兰，不要忘记了。荷兰政府出手的，他那个经济部长出手的，他现在派人到中国来又怎么样？那第三个层面才是安氏荷兰，安氏荷兰里面有一些这个背叛者，然后这是你的资产，以及他处理这个执行长的职位的问题。所以你现在不是只是针对低阶的安氏荷兰而已哦，以及跟安氏中国之间的关系，你现在要处理已经拆掉这个隐性，但是荷兰政府怎么？你要有一个动作出来，要让别的国家也看到说，以后对同样的这个行为对中国的企业不只是有商业性的后果，你可能会有政治跟外交上的冲击。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政府对荷兰有这个表示，他之所以愿意在11月1号的时候说部分的晶片可以提供给欧洲的这些车系，那我觉得一方面当然因为跟川普达成了釜山会议，另外一方面是德国的汽车厂。你不知道德国的汽车厂跟德国在这个层面是跟中国大陆是非常配合的，所有的什么大众宾士啊，或者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以及设厂、电池厂、研发中心是非常大，可基本上德国的汽车的工业要转到大陆去了，所以呢不需要害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因此在这个层面，中国的汽车的需求的晶片满足之后呢，给德国。但是呢，针对荷兰政府跟安氏荷兰呢，我觉得大陆其实还是要步步为营啊，而且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让大家都感觉到，在商业上你要有一些制裁，然后呢，在政治跟外交上你要有一些动作出来。好，至目前为止，其实确实荷兰的这个官方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表态，所以这个中荷之间的安氏之乱其实还是持续的在打下去。那大陆商务部不是说豁免嘛，但是他只说了豁免民用的晶片，是否等于留一手，要逼着其他的欧洲汽车厂持续的施压荷兰，是这个意思吗？委员又怎么看整起事件？我觉得中国商务部啊，在打这一张安氏牌啊，打的可以说有节有奏，哇，真是连环套一个扣一个，太厉害了！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这个官员能够设计出这么好的一个战术啊。它里面说我要开放，特别讲民用，为什么？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汽车公司都有在做军用车辆。Mercedes-Benz 是最有名的装甲车底盘的制造商。还有装甲车的控制系统的制造商。Volvo 也不来做装甲运兵车。还有卡车，甚至那个什么，包括那个瑞典的 Volvo 啊，包括那个法国的雷诺标致，都有在做军用卡车，有军用运兵车、装甲运兵车。哦，他做的军用车辆可多了啦。而且军用车辆不只是欧洲在使用啊，也卖到全世界各地啊。因为它的军用车辆在全世界是占比是很高的。那你今天中国说，那我军用的我不卖。好，那什么意思啦？就表示要你各国的国防部你自己去跟荷兰施压。
所以多了一个施压的管道。本来各国经济部部长说啊，那我来处理就好了，现在连到国防部长就被逼不得出面。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张牌打得漂亮哦。是，那个军方你不要北约，你不要以为没你的事哈。你的装甲车出不了货，你的这所谓运兵车哈还卡在工厂里面。因为现在运兵车都很先进啊，所以装了很多跟一般民用汽车一样的比较豪华的、比较多功能的这种晶片，就通通是安森半导体生产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么简单的这种可以普遍制造的晶片呢，竟然发挥这么大的战略功能。所以中国打这张牌有够漂亮，非常好。是好，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或许这个荷兰的政府压力就会更大了。过去是这个经济相关的部门的官员或者是业者来去施压，那会不会这一次、下一次就是这个各国的国防部来做施压？这个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这个安氏之乱，刚刚说了嘛，全球的汽车产业不是因此陷入在晶片的恐慌吗？另外一方面也烧出了整体的地缘政治的风险。过去我们知道安氏它成功合作的一个黄金模式，就是说在欧洲做研发，在大陆做制造。那欧洲主要负责在设计啊这个技术方面，那大陆就负责这些量产，因为这边可以做不到比较大的一个产能跟比较低的一个成本，安氏也能长期的获利。但是因为这一次荷兰方的出手，等于亲自打碎了自己依赖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么其实也让荷兰真正意识到大陆制造的不可取代性。那么现在专家也做警告，地缘政治风险增高，跨国的这些科技巨头恐怕未来都得重新的好好思考布局。不管是你加强你的在地研发、防火墙合规，或者是自己的自主化等等，怎么看？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哦。这个大陆保护企业的态度，在这一次安氏之乱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底气来自于哪里？那么这一次针对荷兰的动作，有点像是杀鸡儆猴嘛，是要让世界知道，动中国企业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嘛？也就是说，这一次在川普发动这一个对等关税之前，中国大陆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而且他这个准备不是只有政府这一部分做好准备，而是他连对于企业所造成的影响，他把企业整个解构，也就是对于这个 business model 那个他这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他彻底的分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都事先防范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中国大陆它都能够以打来促谈，也就是你要如果说你用这种方法来应对中国，中国绝不示弱，也就是不跪不退。然后不跪不退的结果，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你的供应链被阻断。那当阻断的时候，那个欧美受伤，可是中国自己呢？中国自己就像以安氏半导体来讲，它直接把货分给其他的这个中国内部的供应链，这个也就是中国自己的企业还可以维持，但是对于欧美来讲却是不行。那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内容的话，如果它是属于这一种要高不高、要成熟不成熟的这一个产品的话，它其实是在荷兰设计，然后交给德国跟英国制造，然后最后封装测试的部分交给中国大陆。但是如果是低阶的话，其实是由荷兰设计，然后直接交给中国制造以及封装测试。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大家对于中国现在它的对于这一个半导体的进程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不太了解。这个问题会出在哪里？出在论文上面。也就是当我写了论文之后，我就会建构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保护。那这个论文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最近20年的改变。如果说我们从2000年到200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时候的排名呢，其实还在5名之外啊。那可是我们如果看到现在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已经是位居榜首，它的论文是最多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一直想要透过这个贸易战来打中国，却是一直打不动，因为你只要不卖的，你只要封锁的，中国就自己来。例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光刻机是如此。那当都是如此的时候，
其实大家慢慢对于以前只是中国制造，慢慢就改观了。未来其实之前还有一句叫做2035，中国标准其实慢慢正在成立之中。这一场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现在争议持续的延烧当中。现在啊，因为欧洲车厂很快他们就会被迫断晶片了，所以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直接绕过荷兰哦，去跟德国车厂来要这些制造好的晶片，去大陆来做封装。那么另外一头呢，中国则是反手自建晶圆厂，要超车在欧洲的产能。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欧盟也要拆光，以国安理由哦，拆光华为。德国甚至狠砸了700亿换算新台币要拆除华为，是说要制裁中国吗？还是欧洲自己在毁了自己的晶片，再加上5G 的命脉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第一个，安氏啊断供，确实现在欧洲车厂都快要撑不住了，因为荷兰至今仍然不愿意提供任何的晶片。那么库存呢？根据了解，现在欧洲的方面只能再撑几周哦，这是来自于车厂的说法。所以这些车厂现在绕道去买德国晶片到大陆的东莞去做封装。荷兰的这一招砍的是中国还是自己欧洲的晶片命脉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持续关注欧洲现在卡住安氏的出口，反逼呢中国啊，现在早就已经出招了。他们呢安氏厂把200名中国的工程师紧急的调回去中国之外，还在上海跟无锡的新厂直接再把产能全面提升到每月5万片。如果安氏未来研发跟制造全部都东移的话，中国是否将完全不再需要欧洲来做制造了呢？这是第二个话题。最后我们也会来做关心的是，欧盟现在决定跟着美国走，持续利用国安的理由要求各国呢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了非常多的钱补贴电信商要拆华为的设备。但是要知道，这个欧洲对华为设备的依赖度最少也有40%起跳哦，而且呢成本还非常的贵，欧洲真的拆得起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关心荷兰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持续冻结出口晶片到大陆，这是让欧洲汽车厂商现在陷入了晶片荒的焦虑当中。库存根据了解只剩下几周的时间而已了。就在此刻，路透社报道这个是最新的惊人内幕，他说现在欧洲多家车厂他们秘密的做协商，干脆我们一起把荷兰给跳过吧，直接向安氏德国汉堡厂买晶圆，再到大陆的东莞这边来封装吧。据传呢，包括了安氏的这些客户都有考量这样的方法。哪些车厂呢？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福斯啊，或者是 Bosch、本田等等的重量级车厂都在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而且我们要来看到这场安氏之乱哦，导致了不管是荷兰方，也就是荷兰安氏，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安氏，他们觉得说，要么就去中化，要么就是完全去欧洲的产线。我们看到在欧洲的部门这边，现在正在考虑扩大马来西亚跟菲律宾的封装产能，有意要去中国化。中国的安氏也同样的悄悄的启动去荷兰化。刚刚提到的，除了200名的安氏荷兰工程师被接回中国大陆之外，中国上海无锡的产能也全面提升哦，那么可以超过欧洲本部。重点是了，大陆制造的成本又比较低，甚至可以降低18%，一年甚至可以省下10亿人民币这么高的金额。荷兰这一场卡中国的豪赌，会不会逼得欧洲车厂集体的绕道之外，还逼中国打造属于自己的晶圆厂？到底是制裁谁呢？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安氏的设计跟制造全面东移？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安氏晶片它有一个外号叫做鸡饲料晶片。为什么叫鸡饲料晶片呢？因为它这个晶片很便宜这个一片晶片才25美分而已当然最近当然是涨价了，涨到一片大概到1块钱美金就算涨到1块钱美金，讲也不贵。但是一般来讲，现在所有车子，不管是燃油车或电动车，都需要用到这种晶片就像是鸡饲料一样，鸡就一定要吃饲料嘛。但是虽然很便宜，量很多，可是它就是要吃饲料
所以一片通常燃油车来讲，它要到600片的晶片，那电动车可能到这个1-2千片，它用在车子的不管是安全气囊啊，或者是说方向盘这个电灯系统，都要用到这种相关的安氏晶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晶片来讲，并不是这个制造来讲，并不是技术特别高深。那安氏半导体，它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为了配合美国的说法哈，说这个晶片来讲的话，它将这个CEO 和中国的 CEO 张学正将这个技术流到中国去。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跟理由了哈。这个我想说，中国大概也不需要到这个很便宜的低技术端的一个晶片制造技术，但这片晶片由于是在荷兰这边制造以后，是到中国东莞去封装，所以公司是荷兰的安氏公司，他那个时候就要撤换 CEO， 剥夺等于抢夺中国的经营权。那中国当然这对于国家来讲，当然要保护自己的企业。那后来来讲的话，虽然说中国来讲有管制晶片的出口但是后来中国基于说是这个贸易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他后来将这些晶片来讲，有些国家如果说你这个有提出申请审核通过的话，那中国就给这些国家豁免。换言之，他就让这些国家可以继续获得这种封装完的晶片。但现在关键这个晶片来讲，如果说荷兰不提供给他晶片，然后中国就算封装完了以后，这个库存的晶片数量大概预估可能在12月初的话就用完了。就算是我愿意豁免，我愿意卖给这些车厂，因为你不要影响到这些大企业，不管是宝马啦，或者是奔腾啦，这些车子来讲的话，它如果没有晶片，就没办法组装车子。所以我觉得中国就基于这个负责任一个大国的立场，愿意将这晶片给这些国家，给这些车去豁免。但是很遗憾荷兰到现在还嘴巴在硬还是不愿意恢复张文正的这种 CEO 的这种经营权。所以中国已经答应荷兰说，下个礼拜刚刚最新的讯息是，下个礼拜让荷兰的财政相关的单位到中国来做这件事情做协商。当然我们希望说是在下礼拜这个可以得到双方可以得到很顺利一个协商的一个结果，让事情回到原点。也就是说，张文正他继续回去当他的安氏 CEO， 本来就是他的公司嘛。那中国来讲，这个晶片也继续可以这个封装完以后供给其他公司，其实车企公司来使用。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荷兰政府还继续在嘴硬，还继续僵持到底，我想中国也有反制之道了第一个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可以自己，这不是很难的晶片，中国不管中芯国际啦或上海啦他们都可以自己制造这个晶片，然后再给东莞来封装，然后供给各企业来使用。这样如果说是这种发展下去的话，其实对荷兰来讲是最不利的，因为你整个这个安氏半导体，我当然就不需要靠你的安氏了，其他车企来讲，我就直接跟中国买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荷兰如果说自己不赶快找个台阶赶快下，还继续僵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荷兰来讲将会是很大一个打击。好，如将军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其实荷兰安氏对于中国的不可取代性是完全低于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它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来做生产。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晶片的设计到制造端全部由中国自己包办，也不再需要荷兰厂了？老师有怎么看？OK， 我有一个学生在矽谷，他本身有个厂，他是去年毕业的博士，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他们有个公司在上海，他这也常跑深圳他常跟我说他说奇怪，这个我们到对岸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是大陆的毕业生，你只要给他一些 incentive， 跟他说我要做什么，没有多久他一个团队就做出来了。这次我们从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岸在2013年红色供应链以后，他们所做的东西，尤其在隔年之后，他们强调一个叫做 China Creation 的一个可怕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从无到有。而且所有的东西急速升级到你有时候想象不到的快速，当然不是说光高铁盖这个什么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在这个所谓的科技的这个领域也是一样，所以常常让你会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出现。好，那待会我们讲安氏这个问题就讲，因为我们讲对岸他们已经真的是用心在这一块，也就是高科技上面扎根从2014年跟这个中德签的工业4.0之后。然后他们在另一年丢了大经济一期计划，在1000多亿，2019年2期计划，2023、24因为面临到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越来越这个紧箍咒越来越严重，丢了3期计划，这是在扎重金，还有在教育的改革，因为我刚从南京回来，他们现在叫跨领域结合，包括我们的财经系都已经落到后面的排名，而是所有东西必须加 AI 元素，那叫跨领域结合。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样就生存，包括安氏半导体也是一样。9月30号在河南呢做了一个大的这个我们也是一个杀手锏啊，他就把这个整个安氏半导体就把它拿下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从当时我们的对岸中国在那边去设厂，把它这个成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把它号称叫做全球最大的基础型的晶片的制造商。它里面包括它的二极体啊、电晶体啊、电源供应器这些东西都在那边做这个制造生产。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忽略掉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在制造一样东西的时候，一定有上中游甚至下游啊，不管下游还有下游端到最后的客户端。这里呢，如果你今天不能掌控整条线，你只拿到中间的部分，其实啊，你有可能就会被人家断层。所以呢，当时我记得在10月初的时候啊，我们的对岸就给他做了一个断层的做法，就把上中的很多的供应商就不过去了。当然这时候又发现他们这样又生存不下去，但他们一样可以从，因为欧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欧盟现在28个国家，从这个英国脱欧变27个嘛。这些在不管深耕这里面的国家呢，他们也互相各有资源，所以即便是厂商需求这样的半导体，即便是供应商不见，他们也可能透过别的国家，再到甚至你要组装，透过别的国家洗白了这个所谓的荷兰和中国的对抗，比如透过德国啊或所有地方到了深圳或东莞去再设计包装。但你知道，这个我想任何人也是一样，国家也是一样，一个高层他不可能是傻子的，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他们用智慧决策，当你要锁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就会反其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有3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叫技术，你没有好的技术不可能。好，那当然技术可以慢慢 create， 就是每个国家在比照，比如先进制程，我们的晶片台积电这么强，我们的对岸真的还拿不到，所以美国才用那样来锁喉中国。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人才。我跟你讲，技术的核心就是人才，没有人你怎么做呢？没有人，你 AI 这个我们生成器 AI 也做不出来，人还是最重要的。那什么叫人才？他一定从小这个训练，他不管这个是优秀或怎么样，在学经历面到了一定，这种人才是很难1天2天就成的，因此太重要。因此这个中国反其手，而且当然还有民族性哈，他们的民族意识要到的一定，他们的人愿意回去。所以我们的对岸从当时这个学校里面去拉所谓的海归派之外的很多人才慢慢回去啊，你看到在我们的对岸很多的高级都是包括徐光宪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人，当有一定年纪的这些人慢慢回去，现在很多年轻的高科技人也回去。他这次只要把这200人拉回去，说实在的，当他缺人才的时候就很惨。是。当然第3个我要讲就是人才、技术人才，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啦。基础设施各国都有不同的布局。当你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全球的时候供应链互相协调协同合作嘛，叫 co-integration。这样是对全球都有利的。那塑料现在变成一个 anti-globalization， 叫逆全球化的一个新国际的新治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必须明哲保身。从美国他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开始，全球都在这样。所以荷兰做这样的动作，当然我们的对岸中国也会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时候他为了明哲保身，只要你对我怎么样，他一定会做反其道的手，然后就把他人才拉回去。当然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讲的刚开始讲的一句话，就我们对岸真的是从某些地方蛮可怕，就是我们美国也曾经吓得说，他怎么又突然多了一个船坞，怎么又突然多了一艘舰艇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还没有东西，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也就是你讲的，有可能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它量体也大，人口也多，人才也多，就会不需要，大部分就不需要欧洲的供应了，而欧洲以前是像老虎一样的，全部就会被打趴，变成欧洲猫了。好，一方面是中国大陆它已经找到不管是技术人才跟基建上面的提升所以未来可能不再需要欧洲。但另外一方面，欧洲会不会还是持续的需要大陆呢？尤其这个是针对华为，现在进入了5G 时代，欧洲持续的跟进美国。今天我们要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再一次的以国安为理由要来完全的禁华为。大家记得吗？先前的英国跟瑞典封杀了华为多年之后，现在欧盟也要强化它的所有成员国，包括德国跟芬兰要来拆光华为的设备。德国更是狠砸700亿来补贴自己的电信商，要彻底把华为给移除。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从5G 到这个地铁，甚至到关键的电力，都有可能受到大陆的干预，甚至被瘫痪。这是来自于欧洲官方的说法那大陆当然很生气了。除了大陆外交部站出来严正的怒批说这个是违反市场原则之外，华为干脆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欧洲，同样是以国安
安为理由来进行3个月以上的这个国安审查，针对于欧洲的 Nokia 跟它的爱立信等等的厂商。但是现在的关键又是说，欧洲真的拆得起华为吗？因为他们其实已经使用非常久的时间了。5G 时代，这个华为的手上的关键有5.6万项，掌握了很关键的技术。另外，欧洲国家包括挪威啊，这个华为市占已经达到70%，德国60%，英国也有40%，真的有办法拆得起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品牌战，实际上是科技战，那个我们来看这个大家这些消费者来看呢，他都会有一个消费惯性。有时候有人讲说啊，这是品牌忠诚度，他毕竟用习惯了。结果你用了某一个车厂的车系，或者是你用某一个牌的手机，你会惯性的用它的，为什么？你的习惯性是这样。那现在既然要把这个华为给拆掉，我认为这个代价会得不偿失，代价还蛮高的，而且不是只是现在所看到的账面，甚至说什么到达1000亿美元，你往后呢？你往后也要这方面的代偿，要来负担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违反了经济学的原理，因为原理就是比较利益法则。不要把谁方便，谁的功能多，谁的价廉，我就占有这个市场，大家方便，你赢我也赢，对不对？你付了钱，但是你买了非常多的功能跟方便，那我赚了你的钱，是这样，我们两个都赢，你买了也会买得很高兴，我卖了我赚到了钱，所以大家是互利双赢的。但是你现在要把这个华为给拔掉，你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本来的时候这些所建制的这些基础跟大家的习惯都已经行之有年了，你现在硬要干它，我认为这个会有不好的、有负面的这个经济现象。我们原则上经济学上来看的话，少干扰，你让它干扰，让价格机能、市场机制、供需来决定这些价格。大家有需要嘛？你干嘛要去拆它？大家有需要，表示华为在品牌上有它的可靠跟稳定度，那为什么不用呢？它又便宜啊。那再其次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大陆一向是开源式的。你要知道，它有56000多项的专利，表示它在一直走成长。它不是只是现在为止哦，它将来在2026、2027，它功能会更多，价格会更低。你为什么不再继续享受？你现在看到1000亿美元的这种损失，那往后的损失呢？要不要去看下去？对，我认为是要这样来看的，因为它开源式，它这个方面还会继续成长。我认为不要去无限上纲。你不管是德国好、英国也好，或者是挪威也好，后面当然有美国在后面这边做操控嘛，大家把就切开，不要有这个华为这些系统的，那我认为要付出相对大的代价，因为毕竟它违反了市场的机制。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品牌战，这是 G2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科技战。这个安氏之乱，这一回大陆使出的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吗？因为荷兰是否在这时候恐怕沦为一个空壳的公司了？大陆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荷兰之重要的头脑，还有这些重要的一些资产啊、人力等等，全部都带回中国去了？等一下一起做关心这一招，这个。拉着德国一起来针对荷兰这招放饵钓鱼，是否会让荷兰完全的孤立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赶快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北京这一回是先甜后刀吗？针对荷兰针对德国他怎么做呢？先把晶片给德国来救他的汽车业，然后再反过来跟德国说：好，你拿到了晶片没有错，这时候你得站队了，帮我们一起来施压荷兰。这是逼欧洲选边站的一个精准布局吗？德国的施压之下，荷兰会做让步吗？第二件事情，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安氏案哦，这个文泰科技现在乾坤大挪移，怎么做呢？他把在安氏的200名工程师给拉回中国大陆，并且现在说呢，产能可以直升5万片。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荷兰的安氏会被掏空成未来成为一个空壳公司吗？那么未来整个生产也都会回到中国大陆来做吗？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今天会来做关心的。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没有想到这个有关于安氏的这件事情，中美早就谈好了，但是欧盟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有的人说啊，荷兰根本就是被拿来当做祭旗的，而荷兰到底现在还有什么筹码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安氏的这一场风暴。德国汽车这个零件巨头，他已经正式的证实了他是欧摩威，他说确实已
已经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安氏晶片出口，已经拿到晶片了。那么中国商务部就说，好，你拿到晶片了，那接下来你就要帮助我们一起对荷兰施压，撤销荷兰对于中资晶片制造商的这个接管行动。那么德国方面目前也说的，好的，我们会继续的持续加强跟荷兰的沟通，针对于北京的这个步伐，也就是说让德国先甜后刀，委员怎么看？能够奏效吗？一定能够奏效，而且中国商务部啊打了这个，几乎就是纯商业手法，这个太神奇了啊！他禁止它出口，那现在正在制造汽车的全部卡在那边，为了一个金额不大的晶片，那么大的汽车出不了厂，你说德国急不急啊？德国上上下下急翻了，而且这个事情跟他无关，可是他在供应链的末端，那当然他就当然希望中国可不可以先放他一马？那中国说好，我先放民用的，军用的暂时不放，因为军用的同样汽车公司有人做军用的运兵车、军用的卡车，还有做一些什么底盘的一大堆的啊。那先供着大家也没话讲，因为军用毕竟没那么急嘛，民用的车子刚订单满天飞，你还没办法供货，这是比较急啊。但是整体来讲，这两个先区隔开来的话，那就很明白啦。你这些汽车公司就单独去跟荷兰施压，那你不要怪我啊！我不出口原因是他接受我公司啊，我知道荷兰跟中国的同一个公司两个部门先切割啊，那我保护我的财产啊，对，所以这个做的是对的，那荷兰就灰头土脸啦。本来他可能想要讨好美国啦，因为美国也没有正式叫他这么做，想讨好美国，发现说被抛弃了。那自己可能一开始也贪心啦，贪心真的是贪心啦，没想到贪心哦，这个偷鸡不着数了一把米啊，这好大一把米啊！那德国很生气，因为德国可以说是荷兰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他得罪了德国，我不晓得荷兰以后怎么混的哦，所以这个德国一定会给荷兰强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压力嘛。那接下来就是你荷兰哦。内部老百姓抱怨连连，你都快要卸任的过渡时期的内阁，你还搞这种无聊的事啊！而且荷兰的认知说，你们这几个官员就是被那个高管安氏的外籍高管给收买，不然你干这个事干什么啊？那现在在当家是安氏的高管，可是现在已经被抽空了。现在所谓工程师回来，但是因为两边没有弄好，这次是派去的，所以工程师回来，荷兰会不会成为空壳公司？现在还不会，因为它还有晶圆厂。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稳泰科技现在也开始盖出晶圆厂，找到这上海跟无锡的新厂。因为盖这种晶圆厂不像台积电那么精密，因为它是800奈米的嘛，所以只要有专利权啊，有设计图就很容易 copy 出来了，就。因为他有封装厂，所以他一定有设计图啊。然后这个对他来讲又不是什么太难了，200个工程师，其中50个就够了，可以把它完全铺陈出来生产。那这一下子，那个控制荷兰安氏那几个外籍高管这下傻眼了，他们准备吃官司了啊。好，我们所以持续看到，那所以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持续的在布局，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除了建晶圆厂之外呢，赶快来看到是中国的前吞大挪移用了哪一些方法，被外界视为这个叫做教科书式的商业反击哦。他们利用的是这个收购合约当中的一个关键条款，把这个荷兰安氏里面很重要的大脑、人才跟产能说全部要搬回大陆。好，怎么搬呢？我们先来看到，除了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200名的工程师搬回大陆之外呢，还有这个刚刚讲的嘛建新厂，那现在预估呢每个月可以达到5万片的晶圆，这产能是会高于荷兰的。重点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可以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制造还是比较便宜，而且便宜的幅度高达了18%。如果用1年来做计算，可以为中国省下10亿元的人民币。重点是客户也买单哦。现在说这个续约率高达了98%，三星、比亚迪等等的新客户甚至还上门哦，多了新客户，订单预期会比去年同期暴增35%，而且产能可以持续的扩张当中。好，请问赖老师怎么看了文泰这招釜底抽薪是早就计划好的吗？荷兰安氏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呢？那安氏的晶片生产会可能完全拉回中国吗？不是早就计划好的啊。
也就是说，大陆当时文泰把安氏买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答应就是说会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们的工程师绝大部分的，除了少部以外，那都会留任。然后中国大陆也会派他们的管理人才，还有工程师到这个地方来服务，因此就业机会会增加。第二个就是税收，对荷兰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而且让荷兰有更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它影响到全世界的汽车工业嘛，所以它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中国赢、荷兰赢、世界各国都赢的一个局面。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荷兰有歹念了以后那情况就变了。那情况变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晶圆是很大的，所以这种成熟制程的技术，中国大陆并不缺。对。那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从转亏为盈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早就掌控了这些所谓的设计的技术了嘛。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安氏是文泰的一个子公司，而且文泰是100%的所有的资金所拥有的，所以它的智慧知识产权并不归荷兰所有，它是归文泰所有。那因此，当荷兰想要心生歹念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很早就已经放出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并不是阴谋，是阳谋，直接告诉你安氏，也告诉你荷兰政府，说中国有底气，中国有筹码，已经把你讲得很明白了，你卡不住中国，而中国会完全可以卡住你。换言之，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生产线拉回中国来，封装封测本来就在中国嘛，对，所以封装封测在中国，所以中国也可以用封装封测来卡你，而且人才可以卡你，中国自己也可以把它整个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那这样的话对大陆更有利，可是对你荷兰不利啊，因为你的就业人口变成从在荷兰移到中国来，那它的税，它本身的带动的地区的繁荣，那就不再是你荷兰了，反而是在中国了。对，而且如果它的营业额都移到中国来的时候，税收就是中国政府收了，而不是你荷兰政府。荷兰听不进去嘛，他认为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时中国就在荷兰动手的时候，就出了一招，这一招就是要求安氏的所有的员工不准听荷兰政府的，要听中国的，因为中国是100%的这个完全有的资本，所以等于是在荷兰工作的所有中国籍的员工不需服从荷兰的命令。那这讲得很明白了。那如果荷兰籍的安氏员工愿意到中国来工作，中国也欢迎嘛。那我们也看到了，事实上在签证前一段的时候，对这种专技人才的签证基本上是放宽的。那当然，当你本身僵持不下的时候，把工程师全部都抽调回来，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也有这个条款。那整个工程师就回来。我相信也可能有一些荷兰籍的工程师，也说不定，这个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内部的消息，也说不定跟着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工作。那请问你，那你荷兰就空了嘛？所以并不是早就计划好，是事实上，也就是我们都希望创造双赢多赢的局面。可是你荷兰执迷不悟的时候，那就对不起了，那就全吃了。一旦全吃了，坦白说也没有违反合约嘛，因为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好，这一场安氏之乱在这个荷兰的作乱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就决定把所有的重要的资源是全部搬回中国大陆了。那对荷兰来说，在经济上其实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如果以外交的角度来看，对荷兰是否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呢？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似乎也没有把荷兰给放在眼里而且还被视为是沦为美中大国交易的一个炮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是美国议员当时在质问白宫的时候说，你们在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有告诉欧盟吗？结果欧盟的高官反应是说，他们完全不知情。代表说这个荷兰其实也被蒙在鼓里。那现在不仅还要面对大陆的强硬的施压，还有德国跟欧盟内部也对他不满，还有美国的背弃，荷兰首相到底还剩下什么底气跟筹码？张老师怎么看？其实就荷兰整体的经济而言，大概是20%是制造业，80%是服务业。荷兰呢是靠着跟世界接轨而贸易兴盛起来。你问他说荷兰现在手中还有什么牌？荷兰确实还有一些大厂这个 Royal Shell 皇家壳牌的石油业，飞利浦这是电器的制造业，
福克这个飞机这个制造业已经示威了，联合利华 Unilever 这个是专门做农产品加工的，比较这个有名的安佳乳品啊、桦树奶粉啊，这个还有海尼根啤酒。还有这个叫做这个全部啊，德国最畅销的牌子的德国酸菜，哎，是荷兰做的，所以呢，荷兰有它自己的就是说经济的优势。那但是呢，他一直强调我所在的位置，我必须跟世界接轨。他今天做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完全反过来跟世界接轨。荷兰人是极度的聪明，而且呢，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之下，他能够在海权的这样兴旺的之下，然后你想想看，在我们台南都可以建立一个殖民地，他有他的本事，而且还可以在1米那么一个地方。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被了美国人这样子去怂恿，然后变成一个打手，最后啊就弄出来。所以啊，这个在荷兰内部有他的报纸讲啊，说这个愚笨呢，就跟当初荷兰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郁金香风暴嘛，对不对？大家盲目去投资郁金香，很愚昧的那么一个事儿。他说这个啊，大概愚蠢的程度跟那个差不多。这一场中荷之间的安氏大战，现在双方正式的撕破脸。我们要来看到安氏之乱，没有想到继续的全面升级。这一回张学正他被撤了执行长的职务已经确立。另外就是中国动用了国家之力，要针对荷兰展开复仇吗？用什么绝招呢？恐怕就是用稀土了，来卡住欧洲的喉咙。那么荷兰这一回会不会听命于美国？晶片报复战一触即发，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有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中荷之间的安氏之乱再出现了反转，记得吗？才刚双方签下了协议，没有想到荷兰这一回又毁约反悔了。他说本来要让执行长复职的，现在要撤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并且呢继续的控制住来自于安氏的控制权。中国怒呛说你后果要自负。那么接着我们就会来关心，今天会来看中国如何借着国家之力来协助张学正展开这一场复仇战。第二点，美国也同样出手了。这时候美国出手，荷兰才态度放软。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用的这个关键招数，就是卡住欧洲国家的稀土，用的是慢慢的审查来卡住欧洲2000多件的稀土申请，拖到这些车厂都快要停产了。那么欧盟可紧张了，这时候就怒骂荷兰。那么可是呢，荷兰还是没有动作。却是在美国一声令下，是立刻转向。突然间，他的金长说欢迎中方来供货给荷兰，怎么回事？第三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北京很出招了，他接下来会不会来掐断安氏在德国、英国等基地稀土的出口呢？来限制，来对欧洲祭出惩罚。那么欧洲车厂能够挡得住来自于中国的报复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好，我们来看到11月4号，我们当时才报道说，中荷双方不是签下了这个协议吗？中欧稀土的相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却遭到荷兰临阵的翻脸了。原本协议的内容是说，11月7号开始，这个前执行长张学正可以恢复职位。刚刚说了。这个荷兰突然间翻脸了。最新消息，荷兰说了，张学正不能再担任执行长，还不止如此哦，他还说，依照10月7号当时的法庭裁定，不止他不可以担任执行长，而且还要暂停他担任董事的职务。另外，继续死扣安氏的控制权不放。北京震怒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中企的权益，你这样做，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报复，这个后果是要自负的。”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将军怎么看了荷兰这一步反悔，它是蓄意的还是临阵的反悔？中国接下来如何请国家之力来帮助张学正报复呢？以后其他的国家还敢和荷兰这个海盗国家做生意吗？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哈。安氏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它做的是车子的晶片，大概每一辆车子哈，大概会用到600片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其实是不是很先进，也不是连成熟制程都谈不上哈。它甚至于这个荷兰称它是一个鸡饲料的一个晶片，就是它很便宜，大概每一片晶片原来的售价才25分美金而已哈。那最近是涨价了，涨了4倍到1块美金，那也是因为供货中断，所以你看它25分美金一片，事实上不是很贵的，可是它就是关键性的车辆
必须要用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晶片哈。那荷兰的安氏原来做这个晶片，但是由于它经营的不好，所以造成亏损。在这样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这时候文泰文泰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的文泰企业，也就是张学正的这种企业公司，就把它陆陆续续把它整个买下来。那这样的话，当然 CEO 应该就是由张学正来担任嘛，董事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出了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这个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他借着一个什么理由呢？大家听一下，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可以去把人家企业抢下来吗？而且不是说是这个企业把它抢下来，是荷兰政府这个在荷兰政府协助之下把这个安泰抢下来。他用了什么理由？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张学正泄密给他的把这个制造的机密泄露给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鼎泰匠心的这家公司泄密过去。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张学正在这个安氏这边还买了50台的机台，还在这边加大成本投资而且来讲的话，他在这个鼎泰匠心那边所有权这个董事会投票的时候，他也投了弃权的票，所以由上述的证明来讲的话，这个张学正并没有泄密的一个事实。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转亏为盈赚钱了，所以说是荷兰借着所谓国家安全当作以他为幌子这个想要将这个金鸡母抢过去。那现在后续是怎么发生的呢？后续来讲的话，那当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可是这个公司很特殊的，它是设计或招牌是挂在荷兰的然后晶片生产在那边生产，但是后续来讲封装是在广东的东莞来做封装，也就是说，在荷兰晶片做好以后，它必须要送到中国来做封装。那如果中国不让它出货来讲的话，你就卖不了。那之前来讲的话，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就是说不准他出货这个封装完以后，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当然在10月7号，原本说大家这个和谐了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晶片不交给东莞这边来封装你就没有封装。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东莞这边封装厂里面，它有库存的晶片，它照样可以做封装，照样可以出货然后之后来讲的话，后续来讲，事实上它不是很这个精密的晶片，所以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干嘛都可以制造这种晶片，那只是后续来交给安氏来采购。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荷兰来讲的话，这把亏真的是吃大了。然后它后续它可能这个中国来讲的话，直接这边可以供货给在中国设厂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讲的话，譬如说是大众汽车这个奔驰等等，它在中国有设厂，它就将这些货给他了嘛，而且是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的。是好，张军特别帮我们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政府包括了这一次可以说是请国家之力来协助安氏，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一次出的狠招，就是它的稀土了，它的关键的杀手锏，怎么样来限制住欧洲的稀土？我们要来看到它最新的出招欧盟的委员他最新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给中国已经有2000件的这个稀土申请案，当时是透过这个叫做稀土特别管道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够申请到，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慢慢的做稀土的审查，到现在中国只批准了一半，而且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批准。现在欧洲的企业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因为很多的车厂再拿不到晶片就要被迫停产了。欧盟私下就认了，说确实是这样子的，短期内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大乱，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给政府不断
断的施压，说你再不放行安氏给中国，欧洲就要崩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强硬手段，针对于欧洲国家，但是另外一头，荷兰似乎也没有要松动，却是听美国的话。这次美国出手了，荷兰才稍微态度放软。我们来看到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最新紧急声明说，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哦，已经收到了中国和美国就最新的贸易协议通报。荷兰表示欢迎中国恢复对安氏中国厂的供货。金长也说了，中国的供应至欧洲和世界的晶片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送达给安氏的客户了。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杨老师怎么判了。中国这一次用出的就是慢慢去审批这2000多件的稀土案，是它的杀手锏吗？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杨老师怎么看？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其实荷兰呢，我非常替他惋惜。你知道，16世纪的时候，荷兰根本就是世界霸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股市、金融体系，都是荷兰那个时候所创建出来的。各位要知道哈，荷兰还有 Netherlands 这两个其实这个地理范围不一样哦。Netherlands 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我们通常把它叫荷兰，可是事实上荷兰只是 Netherlands 里面2个省份，而那2个省份叫荷兰，在整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在全球贸易的主导。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在欧洲的角色都很关键。就没有想到，你看他在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9月份通过的那个50%的穿透关税，2个礼拜之后，荷兰的经济部长就开始对安氏半导体下手，因为安氏半导体是文泰科技拥有100%的这个持股的，那本来是要倒掉的，几百亿美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把它引进更多的客户，尤其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引进来。那由在英国跟德国的这个制造厂制造，然后呢送到了中国大陆东莞的封装厂，80%送到那边。可是你知道那个封装厂每年做多少颗半导体吗？800亿颗，很夸张哈。因为一个车子至少要用500颗，电动车要用到1000到2000颗，如果是智能车，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所以它这个量的需求非常的大。那这个跟国家安全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没有车子做不出来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是现在，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就做这个动作，出尔反尔。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希望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且要搞清楚，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是荷兰政府，然后才是那个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它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雇员啊。管理阶层的开始集体叛变，然后把这个所谓就是执行长的一些什么做的有没有的东西，但现在知道有些根本是假的，然后呢要把他赶走，让他们以及荷兰政府取得这个控制权，这不就海盗国家，这不就国有化？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送到哪里去封装？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你要不要针对美国？你说你这个50%的穿透关税。你要告诉荷兰政府，否则我不跟你签。你稀土延后1年，没有这回事。态度一定要硬起来。针对荷兰政府呢，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针对安氏半导体，我觉得更简单。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他的稀土来源。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他的单，不准买他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会。不然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会野火燎原的，因为有几千家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持股过半的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将来随时被人家抓起来，就当这个等于是来欺负你吗？中国大陆一定这方面要强起来。好，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稀土是杀手锏嘛，所以如果哪一个国家敢对中国反抗的话，那是不是就来断稀土？那首先就会看到说会不会断的，先是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跟英国。原因是因为德国跟英国在安氏在这2个国家都设有制造的基地，北京可不可能从这几个国家先出招？等一下来请教张将军。另外我们来看到，因为稀土断了，有一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稍微统整一下美欧日汽车产业的冲击。首先是德国的汽
车零件供应商紧急的现在赶快跟中国做这个洽谈，施压荷兰。另外就是德国的汽车零件的巨头采埃孚也说了，正在和中方谈判，确保晶片供应的稳定。其他汽车包括了 BMW、宾士、福斯都已经暂停了，他们靠的就是库存来勉强的生产，包括了日系车厂Honda。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那么日产、尼桑、九州厂的这一些畅销车款已经确定了部分来做减产它的休旅车，其他包括了零组件的厂商来自于日本、欧洲跟南韩，也都使用安氏他们的晶片，全部都会受到波及。接下来北京可能先断了哪一些国家的稀土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持续向荷兰来做施压？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是复合因素，这个复合因素啊，会让荷兰来做政策调整。那我认为有3个。第一个，在10月30号的时候 ，APEC 在韩国釜山召开，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在那边讲过，这个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贸易战呢要延缓1年，大家又降了这个双方的税率，不管大豆也好，这个芬太尼也好，对，还有是相关的税率都向下做修调。换句话说，贸易战是走上缓解的趋势了，不然大家不会彼此。中国大陆也把这个门打开了，美国也把门打开了，这很清楚了。那美国对荷兰的常备管辖的影响力也要下降，因为这个两个巨头都碰面了，也达成了局部的共识了，那相关的政策就要下面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调整，我认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哦，晶片它是有急迫性的。汽车，你不管传统的汽车、这个油电车，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都需要晶片，或多或少这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仪表板也好，还有空调更需要晶片，因为现在越来越精密了。那到现在为止啊，他们还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安氏的这方面的晶片的供应，这个有它的急需。那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需求性的压力，他要需求，那中国大陆这就是他，那你有需求，我中国大陆是供应的，那我在这方面我就掌握了主动权。第3个，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了，就是中国大陆啊，可以拿稀土做条件，那以稀土的松绑的需求来解决荷兰、意大利、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荷兰这几个国家对稀土的需求，要不然稀土被抓住之后，不是汽车业，包括光伏，包括医疗的设备。包括医疗设备，也包括了电子产品，都会受影响哎。那这样的话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认为，因为这3重的方面的条件，这个荷兰它会做调整，要不然会不是光影响荷兰，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